孙策、孙吴政权的奠基者之一。他的父亲孙坚战死后，他是如何在江东崭露头角的？他与袁术之间又有哪些恩怨纠葛呢？最后，他是如何脱离袁术返回江东的？所谓的江东，具体指的是哪些地方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江东小霸王孙策之脱离袁术。184年，孙坚在朱俊的推荐下，被任命为左军司马，参与讨伐黄巾军。此时，长子孙策年仅10岁，次子孙权只有3岁，他们跟随母亲在寿春居住。孙策从小就锋芒毕露，在寿春居住期间，结交了很多的名士，其中舒县人周瑜更是慕名前来拜访。他们俩同岁，而且都是少年有志，于是俩人一见如故，相互推诚相待。189年，董卓乱政，天下英豪共同讨伐，孙坚便和袁术结盟征伐董卓。这时，周瑜便劝说孙策，让他携带着母亲和弟弟前往他的老家舒县，即今天的安徽省庐江县。到达舒县后，周瑜将临近大道旁的一处豪宅借给孙策居住。192年，孙坚奉袁术之命前去攻打刘表，刘表派黄祖连夜出城召集救兵，但依然不是孙坚的对手，黄祖无奈，只能逃往县山。孙坚紧追不放，结果在追击途中被刘建射中，不幸身亡，享年37岁。这一年，孙策18岁，孙权11岁。之后，孙坚被安葬在曲阿，即今天江苏省丹阳市。孙策及其家人则迁到江都居住，即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。到达这里后，他决定去拜访广陵名士张宏。孙策问他，如今汉室衰微，天下英雄却拥兵自重，不能扶危济乱。先父与袁术共破董卓，然而功业未成，就被黄祖所害。我打算让袁术归还先父的旧部，然后跟随舅舅在丹阳募兵，之后为父报仇，并成为朝廷的外藩，你觉得如何？张宏当时正在服母丧，就敷衍说，我腹中空空，毫无建树，没办法给你好的建议。孙策听后并不打算放弃，继续说道，你高明远扬，是远近皆知的，现在只有你能给我建议，可你为何不能给我指点迷津，辜负了你高山般的名望呢？说完，他眼泪纵横，满目激昂。张宏被孙策的执着感动，这才对孙策说，你如果能得到袁术的兵马，然后转投丹阳，以此为据点，再拿下吴郡和会稽郡，则荆州和扬州可得其一，那么你的大仇必定可报。之后东据长江，恩威并施，则功业可成。孙策听完豪情顿起，激动地对张宏说道，我们的想法基本相同，既然如此，我即日便离开江都，前往寿春，如果能将老母亲托付给你，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张宏见孙策如此信任他，便拱手说道，你既然如此信任我，那我便决定出山，从此受你差遣。孙策感激涕零地告别了张宏，只身前往寿春。193年，孙策来到寿春，见到了袁术。他哭着对袁术说，我父亲与将军结盟，然而功业未成，却不幸遇难。我怀着父亲的救恩，想依附于你，希望你能把父亲的旧部交给我来统领。袁术观察着孙策的言谈举止，发现此人年纪轻轻，却能屈能伸，是个堪称大任的人。但是把他父亲的旧部归还给他，还是心有不甘。于是他便对孙策说，我已经任命了你的舅父吴景为丹阳太守，你的堂兄孙贲为都尉，丹阳郡是个出产精兵的地方，你可以去投奔他们，然后自己招兵买马，拉起一支队伍。面对袁术的搪塞，孙策只能无奈地放弃，再次返回了江都。回来后，他带着母亲和弟弟前往曲阿，投奔了舅舅吴景。在吴景的支持下，他很快就招募了数百人。这是孙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部众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正当他意气风发，准备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，活跃在丹阳泾县附近的山岳首领祖郎率军突袭了孙策。他刚招募到的几百人几乎被全歼，孙策也差点被杀。就这样，刚刚看到的希望再次破灭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再次前往寿春去拜见袁术。袁术见孙坚浑身是伤，却一脸坚毅，不禁被他的勇气打动，对他顿生好感。于是袁术决定从孙坚旧部里挑出1000多人，交给孙策统领，并且向朝廷举荐他为怀义校尉。
从此，孙策便成为了袁术属下的将领。他在军中的威望甚高，就连乔蕤和张勋等袁术的爱将都对孙策极为敬重。袁术不禁感叹道：“如果我能有孙郎这样的儿子，死而无憾了。”有一天，孙策部下的一名骑兵犯法，因为害怕治罪，就逃进了袁术的军营。孙策派人直接冲进了袁术的军营去抓捕，将这名骑兵斩首之后，孙策才向袁术赔礼请罪。袁术见他治兵有方，并不计较。从此之后，诸将对他更加的敬畏，袁术也非常看好他，并且许诺孙策要任命他为9将军太守。然而，等到真正任命的时候，袁术却选择了他的亲信丹阳人陈纪，这让孙策非常的失望。为了弥补孙策，袁术打算任命他为庐将军太守。当时的庐江太守是陆康，袁术准备攻打徐州的时候，向他索要3万斛军粮，却被陆康给拒绝了。于是袁术大怒，立即派孙策前去攻打，只要能打败陆康，庐江太守就是孙策的了。孙策本来就对陆康没什么好感，之前他曾拜访过陆康，可陆康看不起他，只打发了个主簿出来接待他，这让孙策非常的恼怒。因此他毫不手软，立即率军拿下了庐将军，接着他就等待庐江太守的任命了。然而让孙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袁术再次失言，将自己的部下刘勋任命为庐江太守。可即使这样，孙策也只能忍着。194年，朝廷为了打击袁术，任命刘繇为扬州刺史。扬州的治所在寿春，可被袁术占据着，因此在孙策的舅舅吴景和堂兄孙贲的协助下，刘繇将治所设在了曲阿。刘繇明白扬州一直是袁术的地盘，他的到来，袁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因此他们之间必有一战。虽然吴景和孙贲帮助了他，但刘繇并不信任他俩，因为吴景和孙贲都是袁术任命的。刘繇担心他俩与袁术合谋吞并自己，于是就逼迫他们前往溧阳屯守，溧阳即今天的安徽省和县。同时他派部下樊能和于弥驻扎在横江津，张英驻扎在当利口，共同抵御袁术。袁术则任命自己的部下惠渠为扬州刺史，任命吴景为督军中郎将，让他和孙贲一起率军攻打张英。然而双方激战了1年多，未分胜负。这时吴郡的都尉朱治是孙坚之前的部下，他给孙策建议说，你与其给袁术卖命，还不如返回江东，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。孙策早就有这个打算了，可是要想率军返回江东，需要袁术同意并授予兵权，如何才能说服袁术呢？朱治说，刘繇现在是袁术的心头大患，他们双方已经交战1年有余，并未分出胜负，只要你主动请求出兵刘繇，袁术定能同意，只要你到了江东，他就没办法控制你了。孙策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去向袁术请命。他对袁术说，之前我家对江东百姓多有恩义，如果让我带兵去支援舅舅吴景，定能攻下横江津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当地招募到3万士兵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便可以率领大军帮助将军平定天下，希望将军准许。袁术听后看着孙策，他曾几次忽悠孙策，孙策肯定对自己不满，所以他猜到了孙策此行的目的。但是他觉得刘繇占据着曲阿，王朗占据着会稽郡，他们都不是平庸之辈，就算让他回到江东，他也不是刘繇和王朗的对手。想到这里，袁术假装慷慨地答应了孙策的请求，并且表奏朝廷，任命孙策为折冲校尉，代理舔寇将军。然而等到出兵的时候，却只给孙策配备了士卒1000多人，战马几十匹，另外就是宾客中愿意跟随孙策前往的几百人。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孙策非常高兴，他终于要离开袁术，去江东发展自己的势力了。那么江东指的是哪里呢？长江从九江到南京的这一段变成了东北走向，因此将长江以东的地区称之为江东。但三国时期的江东并不仅仅指的是这块地方，而是把江东6郡统称为江东，分别是长江以东的丹阳郡和吴郡，长江以南的豫章郡、庐陵郡、会稽郡，以及长江以西的庐江郡。所以江东只是笼统的地理概念，并不是行政划分。那么孙策到了江东之后，能够打败刘繇和王朗吗？接下来迎接他的将会是怎样的挑战呢？
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在朱志的建议下，孙策决定率军前往江东发展。那么到达江东后，他能打败刘繇和王朗吗？曹操和袁术又是如何对待他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江东小霸王孙策之创业江东。195年，征得袁术的同意后，孙策率领着1000多人前往溧阳，去帮助自己的舅舅吴景。然而一路之上不断的有人加入，等到达溧阳的时候，兵众已经发展到了5、6千人。这时吴景已经被袁术任命为督军中郎将，反过来对付刘繇，刘繇则将周瑜的叔父周尚任命为新的丹阳太守。周瑜得知孙策已经到达溧阳后，非常高兴，立即领兵前来接应。此时孙策的母亲和弟弟孙权还居住在曲阿，因此在与刘繇开战之前，他需要先派人将母亲和弟弟送往富临，即今天安徽省全椒县百子村。安排妥当之后，他便率领大军渡江，准备去攻打樊能和张英。樊能和张英的粮草辎重都储藏在牛竹山，只要能拿下此山，便可以断绝他们的军粮。于是孙策率军来到牛竹山，向其发起猛攻。张英得知后率军前来支援，可由于孙策军令严整，百姓争相依附，张英很快就战败了。孙策顺利地拿下了牛竹山，并且得到了大量的粮草辎重。之后他继续率军去攻打樊能，樊能抵抗不住，战败后逃走。至此，横江津和当利口这2个长江上的重要渡口被顺利的拿下，接下来要对付的便是刘繇了。在前往曲阿的路上，要经过秣陵，这里盘踞着刘繇的2支军队，一支由彭城国国相薛礼率领，屯驻在秣陵城；一支由下邳国国相泽荣率领，屯驻在秣陵城南。2支军队互为犄角。孙策到达后，决定先去攻打泽荣。双方经过激烈的战斗，泽荣的部下被斩首了500多人。从此，泽荣便固守营垒，拒不出战。于是，孙策便率军去攻打薛礼，薛礼抵抗不住，率军逃走。之后，孙策只身一人来到泽荣的军营前，劝其投降。结果，泽荣不但不投降，还命令弓箭手射杀孙策。孙策躲避不及，被射中了大腿。部下连忙上前，用战车将其接回营里。回到军营后，孙策立即派人散布他中箭身亡的假消息。泽荣得知后大喜，立即派出大将前来攻打孙策。孙策派了数百名骑兵前去迎战，之后假装战败。泽荣的部将大喜，立即率军追击，结果却跑进了孙策早已准备好的埋伏圈里。泽荣的大军立即溃败，纷纷逃散。泽荣接到战报后，再也不敢出战了，只能继续固守营垒。孙策则不再和他纠缠，立即率军去攻打刘繇。此时曲阿已无险可守，刘繇异常的慌张。就在这时，太史慈前来求见，并告诉刘繇，只要给他3000精兵，他就能打败孙策。刘繇的部下劝他任用太史慈为大将，抵抗孙策，可刘繇却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我如果用了他，许绍得知后一定会笑我不会用人。”因此他并没有将太史慈任命为大将，而是让他带领一小队人马前往神亭去侦察军情。神亭即今天常州市薛部镇神亭村。结果在他前往神亭的时候，孙策也正率领着13名将领前来侦察地形，但他所带领的是黄盖和韩当以及宋谦等猛将。双方就这样不期而遇了。可面对孙策的众多猛将，太史慈毫不畏惧，立即上前与孙策展开对战。双方激战了许久后，孙策夺得了太史慈身后的首级，太史慈则抢走了孙策的头盔。双方打得难舍难分，直到孙策的大军赶来，太史慈才骑马退走。195年，孙策的大军来到曲阿城下，向刘繇发起了猛攻。刘繇根本抵抗不住，在许绍的建议下，他一路向南，逃往了豫章郡。孙策则顺利地进入了曲阿城。进城后，他便对刘繇的部众宣布，凡是愿意归顺的，一律既往不咎。刘繇的部众便纷纷归降。孙策竟然得到了2万士卒，还有马匹1000余。从此，他便实力大增，威震江东。之后，他派人将母亲和弟弟接回曲阿，终于让他们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接着，他让朱志率军从钱塘出发，去攻打吴郡。钱塘即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。
吴郡的太守许贡率军驻扎在油泉，即今天浙江省桐乡市东北20里。他准备在这里抵抗朱质，结果朱质的大军到达后，一举便将其击溃，许贡只好率军逃走，依附于山贼严白虎。许贡走后，吴郡的太守之职便由朱质临时代理。袁术得知孙策打败了刘繇和许贡后，立即上奏朝廷，举荐孙策为舔寇将军，并把周瑜的叔父周尚召回寿春，另派他的堂弟袁印为丹阳太守。196年，孙策准备进攻会稽郡的王朗，王朗的幕僚们建议他避其锋芒，可王朗觉得他作为朝廷官吏，理应保护诚意，因此他决定前往固陵去迎击孙策。固陵即今天浙江省萧山市西兴镇附近。孙策到达后多次渡河进攻，但都被王朗击退。无奈之下，孙策只好去请教自己的叔父孙敬。孙敬对他说，王朗凭险固守，很难攻破，从这里向南数十里便是茶渎，是通往会稽郡的要害之地，我们应该从那里进入，去攻打王朗的后方，这便是兵法上所说的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我亲率一支精兵作为先锋，你率领主力紧随其后，必能将其击败。孙策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让孙敬率军先行。为了麻痹王朗，他给全军下令说，近日连续降雨，饮水污浊，导致大量的将士们腹痛，为了饮水安全，需要寻找数百口瓦缸用来澄清饮水。到了夜晚，他命人点燃起大量的火把，让王朗觉得他的大军还驻扎在这里。殊不知火把点燃后，他就率领大军去追随孙敬了。之后他们秘密地越过茶渎，立即对高坚屯发起攻击。高坚屯即今天萧山市东北8里的高坚桥，很快高坚屯就被攻陷了。王朗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被孙策给骗了，连忙派出周新等人率军前去迎战。可周新根本不是孙策的对手，刚一交战，周新就被斩杀了，其他的部将则纷纷逃散。王朗自知大势已去，连忙乘船从海上逃走，准备逃往东野，即今天的福建省福州市。可孙策紧追不放，王朗再次战败，只好向孙策投降。至此，孙策继吴郡之后，继而又平定了会稽郡。他上表朝廷，任命自己的叔父孙敬为奋武校尉，并委以重任。可孙敬留念故地，不愿为官，孙策便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同意他留任家乡镇守。占据了会稽郡之后，孙策便将之前的官吏全部换掉，并且自己兼任会稽郡太守。之后，他任命舅舅吴景为丹阳郡太守，正式任命朱质为吴郡太守。另外，任命堂兄孙贲为豫章郡太守，孙贲的弟弟孙辅为庐陵郡太守，但实际上豫章郡和庐陵郡还未实际控制，因此他俩人的太守之位只是名义上的。另外，张昭、张宏、秦松、陈端则都成为了孙策的谋士。197年，袁术准备在寿春称帝，孙策得知后写信劝阻，但袁术坚决不听，从此两人便彻底绝交。曹操得知后，主动向孙策示好，他以天子的名义派王布前往江东，任命孙策为骑都尉，承袭他父亲孙坚的爵位，封其为乌程侯，并且正式任命他为会稽郡太守。可孙策对骑都尉的任命不太满意，觉得职务有点低，于是他派人向王布透露，想得到将军的封号。王布得知后，立即以天子的名义任命孙策为明汉将军。当然，曹操之所以如此大方，条件是孙策需要配合他一起去攻打袁术。至此，孙策彻底脱离袁术，在江东站稳了脚跟，这为后来的东吴政权奠定了基础，同时也加速了三国鼎立的形成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孙策率军前往江东后，仅用了2年时间，就陆续的打败了刘繇、许贡以及王朗等人，占据了丹阳郡和吴郡以及会稽郡，在江东站稳了脚跟。那么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彻底平定江东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江东小霸王孙策之平定江东。197年，孙策与袁术绝交后，曹操便趁机向孙策示好，任命他为会稽郡太守，封为明汉将军。之后便要求他与吕布和陈馀等人一起讨伐袁术。
陈宇之前被袁术任命为扬州刺史，驻扎在寿春。可袁术被曹操打败后，准备去投奔陈宇，却被陈宇给拒绝了。这让袁术非常的愤怒，立即集结大军准备攻打寿春。陈宇非常害怕，连忙率军逃往了下邳。之后，他自称吴郡太守，但并没有去上任，而是领兵驻扎在广陵郡的海西县，即今天江苏省灌南县东南20里。曹操得知他与袁术决裂后，便以天子的名义征召他与孙策和吕布共同讨伐袁术。然而，当孙策率领大军走到钱塘的时候，却得知陈宇并不打算去攻打袁术，而是秘密派人渡江，拿着30多个印信去联络吴郡和丹阳郡的散寇，准备在孙策攻打袁术期间，趁机抢夺孙策的地盘。孙策得知后大怒，立即派吕范和徐毅率军前往海西，去攻打陈宇的老巢。结果陈宇大败，只身逃往冀州，投靠了袁绍，而他的妻儿及其将士则被俘虏了4000多人。与此同时，孙策亲率大军去剿伐与陈宇联合的割据势力，随后邹伦、钱童、王胜、严白虎等势力全部被剿灭，吴郡彻底被平定。接下来要平定的就是丹阳郡了。丹阳郡最大的反叛势力是由祖郎率领的山岳部众。祖郎是孙策的老对手，孙策第一次招募的几百人就是被祖郎突袭而导致失败的。这时，袁术秘密派人前来，鼓动祖郎共同对付孙策。孙策率领大军来到了临阳，即今天安徽省青阳县东南。此时的孙策已经不是当初只有几百人的孙策了。到达临阳后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祖郎给活捉了。他对祖郎说：“你以前突袭我，还砍中了我的马鞍，可现在只要是可用之才，我都可以抛除旧恨，并加以任用。天下之人都是如此，不仅是你，所以你不必害怕。”祖郎听后立即叩头请罪，孙策当即便为他解开枷锁，收编了他的所有部众。接着他便要去对付太史慈了。太史慈也不陌生，在攻打刘繇的途中，他和孙策打得难舍难分，后来刘繇战败，逃往了豫章郡。太史慈则率众进驻永礼，自封为丹阳太守。永礼即今天安徽省泾县。孙策的大军到达后，太史慈也很快就被活捉了，带到了孙策的面前。孙策为他解开绳索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还记不记得神亭之战？如果我当时被你活捉了，你会怎么处置我呢？”太史慈说：“那我肯定会杀了你。”孙策听后大笑着说道：“可我不会杀你，从今往后我们就摒弃旧怨，一起共创大业吧。”随后他将太史慈拜为了门下都。至此，丹阳郡也被顺利的平定了。孙策准备率军返回吴郡，回去的路上，他给太史慈和祖郎授予兵权，让他们领兵前行。回到吴郡后，拜太史慈为折冲中郎将，拜祖郎为门下贼曹。这时，袁术任命的居巢长周瑜以及东郡长鲁肃认为袁术难成大器，便弃官前来投奔孙策。孙策得知后，亲自去迎接周瑜，并拜他为建威中郎将，当即就给他增兵2000，战马50匹。之后还为他兴建府院，赠送的东西更是在军中无人能比。在周瑜的引荐下，孙策见到了鲁肃，他对鲁肃的才能十分欣赏。可正准备任用的时候，鲁肃的祖母却突然去世了，鲁肃只能将祖母的灵柩送回老家去安葬。199年，孙策得知了一个消息，逃往豫章郡的刘繇竟然因病去世了。太史慈主动请缨，准备去招降刘繇的残兵，并且与孙策约定60日内必定返回。太史慈走后，将领们都觉得太史慈是不可能再回来了。可孙策却对太史慈深信不疑，他对部下们说道：“子义如果舍弃于我，还能去投奔谁呢？”果然，太史慈如期而返，并招降了刘繇属下的1万多名士卒。随后，孙策便准备与曹操联合，共同去征伐袁术。然而，大军整装待发的时候，袁术却因病而亡了。袁术死后，他的堂弟袁印以及女婿黄衣等人担心曹操和孙策前来攻打寿春，只能抬着袁术的棺椁，携带着他的妻儿老小前往庐江郡投靠了刘勋。当时刘勋的军中本来就缺粮，结果又来了这么多人，无以为继，只能派堂弟刘协去找豫章郡太守华歆去购买粮食。可华歆的粮草也不足，
带着刘协前往海昏和上辽，去向当地的宗族武装去借粮。海昏即今天江西省永修县西北，爱城往东3里，上辽则在爱城往南的17里。他们本来想借3万斛粮食，可1个月过去了，却只借到数千斛。刘协非常的生气，既然不肯借，那就劝说刘勋派兵前来抢粮。可刘勋却有些犹豫，他担心大军离开后，孙策会趁虚而入，派兵偷袭宛城。孙策得知后，立即给刘勋送去了大量的珠宝和革布，假装要和他结交，并且写信鼓励他出兵上辽。刘勋见孙策如此诚恳，就相信了孙策，立即出兵前往海昏和上辽，准备去抢粮。然而，当他的大军到达后，当地的宗族武装早已将粮草搬空，气馁而逃了。刘勋最终是一无所获，只能率军而返。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率军刚走，孙策的大军便兵分2路出发了。一路由孙贲和孙辅率领前往彭泽去阻挡刘勋北上，另一路则是由孙策和周瑜率领的2万大军，他们迅速来到了庐江郡的治所宛城。此时宛城空虚，守将只能举城投降，袁术和刘勋的妻儿也被俘虏。同时，孙贲和孙辅则在彭泽大败刘勋，刘勋从浔阳逃到了制马亭。听说宛城失守后，他只能在刘仪筑垒自守，并向刘表和黄祖求救。黄祖派儿子黄涉带着5000人前来支援，结果却被孙贲击败，刘勋只好北上投靠了曹操。12月8日，孙策率军来到了黄祖驻守的沙县，即今天湖北省嘉鱼县。刘表得知后，派侄子刘虎和南阳人韩熙赶来支援黄祖。黄祖可是孙策的杀父仇人。11日，孙策率领周瑜、吕范、程普、孙权以及韩当和黄盖等将领，同时向黄祖发起进攻。黄祖战败后只身逃走，他的妻妾子女7人则被孙策俘虏。刘表派来的刘虎和韩熙更是不堪一击，被杀的有2万多人，跳水溺死者就达1万多人。此战，孙策还缴获了船只6000余艘，财物更是堆积如山。至此，庐江郡也被孙策拿下，接下来便准备进攻豫章郡了。199年末，孙策率领大军前往豫章郡，他将大军驻扎在焦丘，即今天江西省新建县。他对于藩说：“华歆闻名于世，但绝非我的对手。如果他不肯归附，那么一旦开战，便是生灵涂炭。不如派你进城，把我的意思传达给他，让他再做决定。”于藩领命进城后，向华歆陈述了利害。华歆思考再三后，决定举城投降。至此，豫章郡也被孙策平定了。之后，孙策将豫章郡一分为2，分为了豫章郡和庐陵郡。从豫章郡返回的时候，他将刘繇的灵柩带着送回他的家乡进行安葬，并且把他的遗孤刘基等诸子也带回来抚养。王朗得知后，写下遗孙伯符书，赞扬了孙策的善举。曹操在得知孙策如此迅速地平定江东后，知道已经无法阻止，只能拉拢和安抚了。于是他把弟弟的女儿许配给孙策的小弟孙匡，为自己的儿子曹彰迎娶了孙贲的女儿，双方便以联姻的形式进行结盟。至此，孙策彻底平定了江东，成为东汉末年的群雄之一，为三国之一的孙吴政权奠定了基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